Andy，哎，张总你好。你好。这位美女是？传说中的 Andy， 圣仙的 CFO。要知道，谭宗明为了挖他，可花了不少功夫。哦，光美国就飞了3、4回了。嘿，不是说你不来了吗？早知道你过来，我也不用专程跑一趟。你知道我最不适应这样的环境了。带我邻居来，让他换换心情。那个男的谁啊？那个啊，包氏集团的小包总，就是你之前不肯带人玩那个。先失陪一下。怎么了？不会是看上他了吧？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。我只是觉得，什么人进门那么浮夸？呵，哎，包总，我说怎么找不着你人呢？啊，跟这儿躲清静来了。有点小感冒。这位是？啊，来，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包氏的小包总包义夫，这位是我们集团的 CFO 安迪。安迪，总听谭总提起，我还以为年龄资历都比我老呢，没想到如此年轻貌美。我不年轻了，也不是什么美女。谭总说的对，我想论年龄和资历，我应该都比你大，不用客气。幸会，我的名片。Sorry， 我没有带名片。谭总，时间差不多，我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有意思。别介意啊，安迪啊，刚刚从国外回来不久，还不太懂得国内寒暄这一套。怎么会呢？这年头，假话听多了，总以为是真的。偶尔有人说句真话，还挺亲切的。我喜欢他的个性。不好意思，我要走了。这么着急啊？等下有几件拍品还是不错的，不了，谢谢。要不然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我朋友有车。男朋友女朋友？女朋友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拜拜。刚才那位男士一个晚上都抓着你聊天，樊小妹，你很有魅力啊。哪有？我刚才不小心撞到他了。倒是你呀，一整晚都是话题中心，真是令我刮目相看。哼，借谭总的招牌而已，就像是京剧舞台上的将军，后面旗帜插的越多，越像是舞台的中心，其实是狐假虎威。不过今天晚上有你在，我心里很踏实。拿的谁的名片啊？包奕凡。包奕凡，听说是一个青年企业家的楷模。不过我之前看过一些财经杂志做他的专题，看样子已经掌握集团大权了，实权派啊！哼。我的另外一张名片。要不要去喝杯咖啡？现在回家还早。不是很方便，我回去还要整理2个报告。
这张名片上只有名字没有头衔，而且只有一个电话号码。2个电话号码是不一样的。奇怪，他给我2个号码做什么？有不止一只手机的人呢，会认为别人也是有不止一只的手机，他想要你的私人号码。安迪，你真的是魅力无限，光芒四射。算了吧，在这些人眼里，我只是他们的赚钱机器。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其实你大可不必这么认真。他那种男人啊，接触的女孩多了，他看到你又漂亮又聪明又专业，非同常人，不免想尝尝鲜。最好呢是你情我愿交往一段时间，分手了也没所谓啊，大家可以做朋友，可以合作赚钱，多好啊！他哪来的自信，认为我会愿意跟他喝咖啡聊天，消磨光阴？因为他有钱啊，他有能力，而且他年轻英俊，这就是俗称的王老五啊，钻石王老五，知道吗？想跟他一起喝咖啡的美女，可以从他家一直排到大街上去。如果没有魏兄，你一定答应他的邀约。即使没有魏兄，我也不会青睐他的。10句话就能看出来，他没有理科生的头脑，其他的更是没有亮点。樊胜美一时无法应答，人的追求竟是如此的不同。她不禁想到刚才车前面那位钻石王老五，他樊胜美的青睐标准又是什么呢？他的标准似乎无法像安迪一样理直气壮地说出口。哎，后面有辆车，好像一直在跟着我们。该不会是刚才你的那位先生吧？哼，人家已经迫不及待地追上来了，樊小妹，原来你才是魅力无限、光芒四射呢。安迪，是这个卡片男。人体基础体温是37度，实测目前的室外温度应该是15度，温差相差22度。人类脂肪层缺少北极圈生物特有的胶原蛋白与弹性蛋白，保温效果不佳。热传导与热对流与温差成正比，单位时间、单位散热面积下，温差越大，散热面积越快。我保守估计我大概有5分钟时间，现在是9点17分，还有4分30秒。另外我已经记住了包总的另外一个电话号码：18618368029。天儿确实有点凉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占用你太久，我只是想跟你约个时间谈工作。未来的3天，我都会在上海。OK， 明天我可以让秘书给你打电话约时间，不过不知道应该让他打你哪个电话号码。打我第1张名片上的电话。不好意思，耽误你时间了。今天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。我把他镇住了。万一他是诚心诚意想跟你谈合作呢？他要是拿出点泡妞的资金，还轮不到跟我谈。他要真想合作，我这边才刚上手，业绩也不明朗，这个时候他投入资金是不合理的，只会让我怀疑他的智商。这个人做人不真诚，用心又不老实，连朋友都不能做。他只是错用了对付常人的方式对付你。唉，难怪男人们都不待见你这种女强人，女强人显得他们威信全无。不过我提醒你啊，
考虑来日方长吧，毕竟他是个潜在的大客户。只要是正常的生意人都不会跟钱过不去。我要是业绩不好，再巴结他也没用。我业绩足够好，钱可以化敌为友。再说我也没有做什么得罪他的事情。对付这种不真诚的人，掐掉他们的小小气眼而已。他怎么就不真诚了？大老远的跟你跟到这儿，就为了说那几句话。还有，你说他有气焰，他哪来的气焰啊？啊，他这种人做到这样已经非常可以了。同样出身富裕，你看看曲潇潇的气焰。他们有气焰是他们的事情，我不认可是我的事。我不干涉，又何必迁就？这不叫迁就，这叫承认现实。社会就是这样有高有低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。你就是再强大，你也不可能一直在无菌室里待着。喂，曲总啊，我们到家了。啊？可以啊。好，那你开车小心点。OK。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我也没想到会有下文啊。他就是问问我们到没到家，还说周末约我吃个饭。这么快啊？对啊，没想到这么快，居然约吃饭了。从樊小妹的神情看出，她恢复不少。看来剩下的请柬可以还给老谭了。那你不继续体验体验？体验什么？把时间花在这种浮夸的事情上，那太浪费了。还是让老谭继续销售吧。可怜的老谭。以前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喜欢幸灾乐祸？对别人不会，但是对老谭嘛，我嫉妒。嫉妒他参与了你那么多的过去。不会吧？你嫉妒老谭？其实我的过去泛善可陈。那时候我脾气不好，老谭跟我在一起工作，受了我不少罪。并不，在爱你的人眼里，你的过去是弥足珍贵的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想你，晚安。晚安。安迪，谁送的花啊？小包总送的。我不是说过了，我们不和包氏合作吗？谭总说他该说的都跟小包总说了，可小包总说一定要见你，一大早就过来了。谭总的意思是，合作不成也别弄得跟仇人似的。包氏在当地颇有资源，红星也在他们那儿。真要收购，这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跟他聊聊也没什么损失。请。不好意思，不知道今天包总会来。应该说抱歉的是我约的时间不太对，因为厂里面临时有事儿，一会儿我还要赶回南通，所以就只能约早茶的时间。希望没有影响你的安排。没关系，都是工作嘛。这里的广式早茶不错，看看点什么吧。先生你好，看一下菜单。谢谢。您看一下。谢谢。看这位先生吧，我跟他点一样。好的。再来一杯咖啡，谢谢。连餐都不愿意点，你是得有多不愿意见我？这样吧，喝完咖啡，我们直接谈正事。我想是你误会了，我很喜欢中餐，只是会吃不会点。但是我能够看有图的那种 menu， 这种我看不懂。对不起，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喜欢吃什么口味的？甜的还是咸的？我帮你点。都可以啊，中餐都很好吃，而且我相信你点的应该都不错。真的很少能遇到像你这种完全不懂中餐的华裔，也很少能遇到像你这么直接的女孩。不是说好的昨天发工资吗？怎么今天还没发呀？昨天不是周末吗？
今儿早上上去审批报销的一大堆，你总得等财务部的人喘口气儿吧？就是，迟早会发的，你急什么？不是我急，刚才小陈问我的。哦，对了，推广部的琳达找你说打电话给你，你手机一直关机啊。我手机没电了，忘带充电器了，我拿座机给他回来。既然你这么直接，我也就不和你拐弯抹角了。你们有心收购红星，那我很想知道，包氏企业资金雄厚，在南通经营了那么多年，积累了不少的人脉和资源，对你们绝对是有帮助的。为什么不肯和我们合作？想听实话？当然。包氏家族企业，而且产品结构单一。虽然这几年包氏做得不错，但是我并不看好你们未来的发展。家族企业，这个我承认。但是你们别忘了，我们家只有我这一个儿子，所有的产业最后都会落在我手里。就这一点，我比谭总有更大的决策权。企业如何运转，根本在我。一味的任人唯亲当然是不行了。但是如果权力集中在了一个有决断力的人的手里，家族企业未必不行。要不然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世家财团？也有道理。可是我怎么判断你的决断力呢？这确实是个课题，你得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解释解释。好，也有道理。可是我怎么判断你的决断力呢？这确实是个课题，你得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好好解释解释。好。当你们刚向红星提出收购意向的时候，我是第一时间得到的消息，这至少说明我在南通人脉深厚。还有，你我之间可能有点小误会。之前我找谭总谈合作，你可能会认为我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是打着合作的旗号想泡妞。原来不是。我承认，我对你很感兴趣。但是我之所以选择谭总，是因为我们的目标和利益是一致的。这样说吧，红星产品线完整，但是缺乏推广能力，很难将产能有效地转化为效益。但我们包氏不一样，如果我们包氏收购了红星，不光可以打破产品结构单一的弊病，还能扩展业务范围，提升包氏品牌的价值。听起来，包氏更像是竞争对手，而不是合作伙伴。No。包氏虽然利润丰厚，但是缺乏知名度，要想独吞红星很难。可是你们盛轩也是一样啊，你们盛轩为什么要收购红星呢？是为了提升产能，完善产业链，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。可是你们忽略了一点，红星的产能相当于你们盛轩的1半，就算你们谈下来，收购资金也会是一笔天文数字。一旦流动资金枯竭，盛轩继续扩张的可能将变得没有。本以为跟包奕凡的早餐之约会是一场折磨，安迪却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头脑清楚，逻辑严密，对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有独到的见解，大胆，敢于创新，性格直率而又不乏手段。这样的他，倒是让安迪颇有些刮目相看。相互内耗吧。再有一点，红星是当地财政的税收大头，如果收购的消息一旦传开的话，我相信当地政府一定会出面干涉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包氏又起到了作用。我们包氏也在南通，如果我们一起收购红星的话，来自于政府的压力不但会减少，我认为政府反而会大力支持。看来之前是我太武断了，回头我把包氏的资料再认真看一看，
如果未来我们有机会合作的话，可能我还去你们那儿对你们的资产和规模进行实地考察。随时欢迎。对于合作，我一向是认真的。和美女谈生意，真的很简单。看来你很喜欢这里的广式早茶，需不需要我再帮你点点什么？不用，这里的东西还挺好吃的。啊，好像我吃的比你多啊！要是樊小妹在这儿，又会说我不够淑女了。樊小妹是我邻居，之前你见过。在酒会上，她陪我一起。那是一个妖娆多姿，而且举手投足都很有女人味的女人。哦，我可不这么觉着。像你朋友那样的女孩，可能是我见的太多了。但是像你这种既聪明又直率的女孩，我只见过一个。听助理说，包总在上海这几天的工作安排很紧凑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沟通的，可以电话，不必一定要面谈。我的助理啊，总是爱替我虚张声势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下午大众有一个新车的发布会，有没有兴趣？我们一起。吃完饭我要去机场，我送你去。我去接我男朋友，自己开车。谢谢包总。真想跟过去看看你男朋友到底长成什么样。不是我是说，你男朋友一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我很想跟他交朋友。哎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再次相聚。OK， 谢谢你的早午餐，很棒。回头有什么消息，我再联络你。再联系。拜拜。我跟包总已经谈过了，怎么样？还不错，跟之前印象有点不太一样。老实说，是不是你有心安排的？还真不是，是他自己不肯放弃，非要跟你面谈。不过这位小包总跟一般的二手主不同，很有想法，我还挺希望跟他合作。OK， 那你把你手头所有包式的资料都给我准备一份，后续的东西我让评估员评估之后再做判断。当然，真要合作，你可要帮我看紧了，别让姓包的占了便宜。放心。对了，今天魏兄回来，我要去机场接机，所以我提前下班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办公室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，有什么事你给我打电话。你去接机，真不像你的风格。不是你说的吗？凡事总要试一试。不跟你说了，一会儿晚了我怕堵车。OK， 拜拜。好，注意安全。刚给你拨，你电话就进来了。到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航班晚点让你等这么久。没事，我一边等你一边拿手机看资料，不耽误。那你等着我啊，我一会儿就出来了。一会儿见。啊，拜拜。百忙之中能来接我，
我真幸福。我也是第一次来机场接人，挺幸福的。说，你刚才下飞机的第一个电话是准备打给我的吗？当然了，我第一个想见到的人也是你。那早知道我就不打给你了，看你能不能找到我。心有灵犀，当然能找得到。走吧。嘿嘿嘿嘿嘿，你个重色轻友的东西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魏总，你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也不给大伙介绍介绍？Andy， 我女朋友。郎才女貌啊！哎，你说这老天能不能再低俗3分，给我们那些才女也留条活路呢？哎，这话你可说错了啊！我们家 Andy 比我有才。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不管什么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女朋友车坐不下你们这么多人。再见。嘿，他就这么走了？重色轻友的东西。哎，咱们自己有车，走。走。这几天我无时无刻的不在想你。怎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你一本正经的表白，特可爱。这是你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动说想我，我真想拿个相框裱起来。你一定要去工作一会儿吗？没办法，出国那么多天，堆了好多事情，不去不行啊。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办公室吧？不想你走开哪怕一小会儿。嘿，这个不可以开戒，我会上瘾，会一直缠着你，让你烦死。不过，我可以在你公司楼下找个咖啡厅等你。那不行。我们楼下咖啡厅里面，尽是那些假装玩 iPad， 实则伺机勾引美女的恶心男。你这么迷人，我哪放心你去啊？你放心吧，我是绝缘体。今天早上我跟一个客户开早餐会，对方长得不错，一直对我放电，不过我根本就没理他。你就打扮成这样去见人，而且还见跟你放电的人。我打扮成这样不是为了见他，是为了接你。你别那么夸张，我一看你就好想笑。那你就多笑一笑，我喜欢看你笑。姐妹们，刚领了工资，房租一付，眼看就要见底儿。我发现最美好的发薪日，当属没有银行卡的年代，一分一厘都是此时的钞票，不像现在，领多少工资都是数据，都是浮云。浮云也比我多出不少呢，我们到现在还没发呢。你们都好，我更惨。房东一涨房租，我的工资根本就 cover 不了，只能向家里求援。实习期工资在上海就是杯水车薪，太悲催了。感觉赚的永远赶不上花的，估计这个月的薪水也就是以数据形式到我账户一游，然后直接投奔房东的账户而去。钞票已乘黄鹤去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
本来还想留点钱等节日折扣，现在基本不用想了。哎，小凡，前面街上开了一家创意菜馆，我们要去尝尝，你去不去？我不去了，我有约会。那我们去了啊，明天见，拜拜。快走啊，拜拜。走走走。那家人还要跟他要医药费啊！他们昨天来家里闹了一晚上，雷雷吓得一直哭一直哭。你妈今天早上过来把雷雷接去上学了，我到现在还让他们堵着，连班都去上不了。没想到那家人兄弟那么多的，他们说等你哥出来了要打断他一条腿，这怎么办呀，盛美？能怎么办啊？报警啊！反正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对了对了，哎呀，我真是急糊涂了。你不说我都忘了可以报警了。盛美，现在医药费已经2000多了，加上以后的误工费啊、营养费啊，还有换药什么的，这次没个7、8千肯定是逃不掉了。盛美，你工资高，总之一家人靠来靠去的，还是得靠你。你先帮我们准备6000块，好吧？我也不会都跟你借的。嫂子，我这个月实在拿不出钱了，我刚交了下个季度的房租。我现在所剩的也只够我吃饭、挤公车的，你再想别的办法吧。阿美呀，我要是能想到办法，我就不指望你了呀。我一个乡下人没出息，家里就你一个混大城市的，你随便翻翻，存款本几千几万的总是有的吧？你以前总有积蓄对吧？你找找，仔细找找，只能指望你了，阿美。我跟你说长途贵，我不跟你说了啊！你3天之内找到钱，你给我打个电话，好吧？啊！喂，哎，大美女，是我。曲总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怎么没事我就不能找你啊？怎么会？只是觉得年底了，曲总应该忙着应酬才是，怎么会有功夫理我？大美女一猜就中啊！是这样，今天晚上呢，我约了几个朋友聚会，想请你一块儿出席一下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可以直接过去接上你。这会儿啊？没办法呀，我之前约了一个人，人家放我鸽子了。那美女可得给我个面子啊，去帮我撑撑场面才行。好吧，我在海伦路这里，在这儿等你。OK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紧急约请，还让你陪我去应酬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你能想到我是我的荣幸。美女就是美女，说句话都这么漂亮。哦，对了，别人刚送给我的，里面也不知道有多少，送给你玩。不用了。哎呀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这我拿着也没有用，女孩子嘛。
买个化妆品，换个服装什么的，这个在我这儿就浪费了。拿着嘛，不许退给我，不然那就是不给徐总面子。谢谢了。走吧。Hello， 你完事了？对呀，古人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这都1.5个秋天不见了，迫不及待想见到你。哎，把这个复印一下发给大家。好的，魏总。你们去吧。我就在咖啡厅等你啊。哎，你等一下啊，你交代的事情我已经办妥了。樊胜美在酒会上认识的那个人叫曲连杰，做金融的，离婚，独自生活，孩子归妻子抚养。明白了。那我现在就告诉小樊。哎，等一等啊，我问你，曲潇潇没跟你说什么吗？小曲，他说什么？如果那个人没搞错的话，这个曲连杰应该是曲潇潇同父异母的哥哥。What？ Andy， 你知道我提前回来啦？我就想问你，你明知道跟樊胜美约会的人是你哥哥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？你知道啦，我早就说过啦，情况都没有摸清楚就扑上去，小心给人当了小三都不知道。你明知道你哥不是真的，你为什么不提醒一下他呢？大家都是朋友，何苦要逼他一直？我逼他？他要不是爱慕虚荣，不想捞好处，谁逼倒他呀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跟我哥不是兄妹，是对手。樊大姐刚跟王百川分手，就跟我哥勾搭上了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图财，一个好色，根本天生一对嘛。你别这么说，小樊没你说的那么不堪。是，他是虚荣，可是虚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过错。你何苦要这么针对他呢？我针对他？拜托，我在第一时间就问过他啦。想不想知道这男的是谁呀？别到时候摸三摸四摸出个小三来。他自己不肯啊！再说了，就樊胜美这股死要面子那劲儿，你以为我告诉他攀上的是我哥，他会感激我吗？他只会恼羞成怒，怪我坏了他的好事儿。对于这两个人，我懒得提醒，只管看戏。来，左一个啊！走一个。干了啊！干了。来，小倩来。哎，樊美女，来，我敬你一个。刘总，怎么好意思让您先敬我呢？应该我先敬您才是啊！美女敬酒，我必须先干了啊！来，哎，好酒量！哎呀，可以了！没想到我们樊美女人长得漂亮，这喝酒啊更是女中豪杰啊！我得回敬她一个。这回啊，咱们喝个交杯，大家伙说好不好啊？好。交杯酒啊！啊。刘总，喝酒有好多种喝法，都很有意思的。我知道有一种喝法特别好玩，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跟我一起玩。美女要喝酒，我老刘什么时候认过怂啊？是不是？是。你说怎么喝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必须的，可不许赖账啊！必须的。服务员。我们开始吧。有点多呀。我先干为敬。啊！哟，慢点啊！您这先干了，刘总。慢点啊！刘总，哎，刘总在干啥呢？哎，刘总，上！刘总上来呀！刘总上，这可不能输啊！哎，好烈的酒，不能输啊！好，哎，刘总好酒量！哎呀妈，慢点！别喝了，喝多了明天也难受。那你帮我喝。哎呀妈！哎呀，你起手，后跟你这，哎呀慢点！
自己来，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哎呦，哎呀，不能这样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真不行，真不行了，看，不行了，这刘总，刘总，不能说。你给我有仇啊，弟弟啊！看大家看着我这我求求你了，不能喝了，别喝吧。哎呀，哎呦，我以后刘总，这台，哎呦，过来了，哎不行不行，刘总你酒量不行啊，哎呀，不行啊！谁不行？还有谁？谁不行？还有谁愿意跟我玩这个游戏啊？有没有？吃菜，吃点菜吧。都欺负，都欺负。你说，我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樊胜美？为什么呀？小曲话糙理不糙，以樊胜美的性格呀，她未必会感激你，说不定还会怪你多管闲事呢。可小曲之前撞到过他们约会，而且对方闭口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这说明他不是真心想跟小樊交往。而且你朋友短信里也说，这个人平时女朋友很多，可能只是玩玩而已。我真是担心小樊会受伤。他又不是3岁小孩子，外资公司资深 HR 哎，对方什么样的人他不可能不清楚。要真的不清楚，那只能说明他不想弄清楚。谁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你要是强行叫醒他呀，对大家都不好。你也这么看樊胜美？你看他跟王百川交往的那些手腕，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也就是你们22楼关系好，说好听点儿是邻居，说不好听点儿，那就是住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。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同意小曲，不建议你插手这件事儿。小姐，小姐，到了。哎呀，多少钱啊？84。真是鬼啊！哎，你没事吧？喂，樊大姐，哎你，怎么了？樊姐，小樊，你怎么了？别说了，先把他弄到这边。怎么办？来，绑给来，扶他一下吧。先把他弄到这边。起来啦！起来呀！他得喝了多少酒啊？哎呦，拿手吧，拿手给我。他这是喝了多少酒啊？这要没有1斤白酒，也不至于现在这样。樊小妹平时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，这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，把她弄成这样。
谈的什么事儿？男人呗。他以为他是被请去吃饭的客人，却不知道在男人的眼里呀，他才是桌上的那道菜。小曲，啊，到了，小心点儿。人交给我了，行李也放那。你们啊，该干嘛干嘛，甭管了。我送安迪回家来的，你别瞎说。看来他们是睡着了，别吵醒他们了。去我那儿吧。去你那儿啊？那魏大哥该生气了吧？你可以试试看我到底生不生气。哇，我好怕怕。哎呀，为啥这一路我手都快断了？你说他为什么哭啊？这么哭啊？为什么呢？哎，你干嘛？你讨厌死了！好，不拍不拍，我最会看人脸色了。滚蛋了，不打扰了，拜拜。你呢？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本来谋划着今天晚上要在这儿留宿来着，完了，必要条件没有了。魏大哥，你逊毙了！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？逊毙了！你看，都是你，连这臭丫头都嘲笑我。Sorry， 晚安。来。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。我要喝水。喝水。慢一点。你到底出什么事了？
如果想倾诉，我可以。我喝多了，我要回家。回家，回家，安迪，谢谢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样的樊胜美让安迪很难过，更让安迪心疼。曲筱绡的话在心头萦绕，安迪却始终觉得他认识的樊胜美不该是这样。樊胜美好帮忙，讲义气，也许圆滑，但并不世故；也许虚荣，但并非全无底线。小关，要走了。小关，快点。哎，我马上，安迪姐，你等我一下。你还没上班？请了2个小时假。昨天晚上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其实昨天是小曲先看到你的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好了，安迪姐，好了。那我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安迪，走了。喂，我这儿有张购物卡想出手。啊，好啊，那1个小时以后见。樊姐，来了，又有东西要卖啊？这次是一张购物卡。这张购物卡面值是2000块的，全国范围内通用的，还老规矩，85折行吗？好，1700，我给你数一下啊，这个好，你数一下，拿好啊。以后啊，你有什么东西要卖，可以再来找我。好，那就先走了啊，辛苦你了啊！不辛苦不辛苦，拜拜。刘思明，你知道这个数据错误意味着什么吗？谭总，去忙吧。有没有惹你生气了？做收购预案，各部门都得有详细的投入和产出的预算，本来估算已经完毕了，就刘思明的一个数据错误，全部要推倒重来。这个人做事很不用心，在办公室里天天就知道看股票，要再这样下去，我只能换人。交给你的事儿，你决定。不用，我还控制得了。对了，这周末不加班，我跟魏魏准备去泰山看看我弟弟。那位魏先生定了？定了。你不满意啊？我不满意。
在这个关系里，你太低估了你自己。尽管那位魏先生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人，这又不是交易，这种关系里只讲求合适。再说他很好，他跟我去岱山见我弟弟，我也很佩服他，能够接受良好。我的重点是你太低估了你自己。你弟弟是你弟弟，你是你，在我看来，你值得更好的。而至于那位魏先生，如果说你真的决定跟他在一起的话，袒露真相未必是美德，有时候真相就像是扎在心头的一根刺，反倒不如善意隐瞒来得好。怎么说？人都是脆弱的，经不起什么考验。你把你自己赤裸裸的呈现在他面前，我担心的是那位魏先生未必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你要不说，我还没有意识到，我对魏魏确实是有点残忍了。不过你说的对，真相就像是扎进心头的刺，是我托他跟我一起受苦。没有受苦不受苦，那位魏先生是成年人，理应为他做出的选择负责。我是担心你受伤害。我怎么会受伤害？他对我很好。前2天看闲书，书上说所谓的爱情就是逻辑混乱的在对付生活，你越想运用逻辑，会越混乱。所以别再劝我了，就让我一直逻辑混乱下去吧。逻辑解决不了的生活，逻辑混乱反而一往无前。好吧，也许过日子真的是需要糊涂点的好。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安妮，你别低估你自己，也别认为自己是谁的包袱。事实是谁得到你，是谁的幸运。老谭，我理解你想这么安慰我、劝我，但是你不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太欲盖弥彰了吗？有吗？当然有啊，在工作上你从来都没有低估过我，但是在生活上，你真是高估我了。哎，爷爷，爸，我发工资了。哦，是吧？然后这公司根本没有拖欠我工资，而且还比之前多了好几百呢。你不用给我要钱了，我自己够用了。哎呀，好，哎，你能够自己养活自己，能够在大城市立足，这是光耀门楣的事儿啊！光宗耀祖，这说明咱老邱家的女儿有本事啊！哎，爸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就是。现在的网店啊是由我来负责，只要是网店上的生意，全都给我提成。我算过了，他们一笔都没少给我。你放心吧，我觉得下个月的工资肯定会比这个月的工资还高的。好，公司信任你，你就应该更加的好好干，知道吧？啊，爷爷，电话费太贵了啊，不说了，晚上咱们有事上网聊啊。哎，爸。哎，又给我挂了，省电话费也不能这么省。哎，等一下！谢谢。哎，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？我发工资了，啊，比设想的还要多。哦，刚到新公司上班有这样的成绩不容易啊。网店的生意很好。魏总，
您这么大个老板，居然还记得我说的这点小事儿，我真的太感动了，怪不得安迪对你这么好呢。魏总，我能请教个事儿吗？这个生意是怎么才能做大呀？哎呀，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大呀，答案因人而异。不过像你现在这样有热情、有冲劲，日积月累的突破指日可待。那这么积累的话，什么时候才能成功？会不会有点慢呀？积累在一定时间之内是乘数效应。当然，如果你路子走得对的话。路子走得对，哎，魏总，我想问一下，那您觉得我现在路子走得对不对呢？什么叫做生意啊？就是跟人交易。别人为什么选择跟你交易而不跟其他人交易呢？取决于2件事。第一，取决于你手里商品性价比；第二，你的游说能力。前者自然不用说，后者就需要你揣摩别人的心理，别人怎么想的，你一定要想得比人家周全，别人才会被你说服。比如你看我，现在最想做什么？您现在最想吃？魏总，我先走了，对不住啊，对不住。这种姿势怎么做生意啊？这一路上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大，我都快成人生导师了。要不要跟他说实话？千万不要，他那么年轻，承受力肯定差。如果让他这么早看到自己头顶的天花板，那他未来的生活还有什么盼头啊？可我把最残酷的实话全都倒给你，展示给你摸黑的前景，是不是很不公平？我愿意。我不愿意。今天老谭跟我说，袒露真相未必是美德，有时候真相是扎进人心头的刺，反倒不如善意的谎言来得更好。我似乎在你心头扎过不少刺。这个可以有，为了你，我就是被扎成刺猬也心甘情愿。这是大事，不要轻描淡写 ，OK？我们承受得起，都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最严重无非就是你弟弟。可你本来不该考虑这些，是我让你承担压力。我是孤儿，不知道父母是谁，也不善与人相处。如果你跟我在一起，这些以后都可能拖你后腿。Andy， 你是孤儿，我们可以组建一个家庭。你不善于与人相处，正好可以跟我单独相处。你不记得父母是谁，那我们就生一个孩子，体味为人父母的感觉。我们有聪明的头脑，你又如此美丽，我们有极大概率会拥有一个像天使一般美丽的孩子。你带给我这么多美好，怎么会是我的拖累呢？你真这么想？我真的这么想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了？我们2个交往以来，我一直在考虑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就是怎么向你求婚才能不被你拒绝？看来现在不用了，我们都跳过那么多程序，直接讨论子女的问题了。7点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，也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说出那么多感动的话。要不我向你求婚？你当真的？当真的。自从我认识你，
你一直都这么关心我、照顾我，处处开导我。我没你聪明，也不善于表达。起点，你愿意娶我吗？这么便宜我？什么单膝跪地、诗朗诵、肉麻话都不要？不要了。戒指呢？戒指也不要？也不要，我本来就不爱戴这些东西。啊，当然，现在是我求婚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补给你。Andy，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说你特聪明吧，你又特单纯；说你拘谨吧，你有的时候勇敢的像个男人。我是说错什么话了吗？不，你没错，是我太高兴了。那你到底愿不愿意？我愿意，但是有一点，货物寄出，概不退换。我不许你对我始乱终弃。还有啊，戒指我来买，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套牢你。你就算同意了，可不是说应该更复杂、更庄重一点的吗？或者我应该做点什么，才能够足够表达我的诚意？你都已经求婚了，还怎么要有诚意啊？那难道你还想再做点什么吗？我为你做顿饭，电视上都这么演的，我看看有什么。哎，我觉得在今天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，咱们还是别冒那个风险了，点餐吧。我知道有一家外卖不错的，家里有酒吗？